Hello，这次我想要分享这个砖墙受侵蚀的效果。那这一次的分享会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个是砖墙的部分，怎么样可以快速做出这个砖墙，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做出来。第二个是侵蚀的部分，怎么用 VDB 来做这个简单就能达成这个侵蚀的效果。然后第3个才是把这2个东西加起来，变成这个砖墙受侵蚀的效果。OK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部分，砖墙的部分，我做了2个不一样的方式，但是方法很类似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，先看结果。第一个结果长这样，每一块都是规律的大小。那它在这个转折处会有比较奇怪的结果，但是其实也是还 OK 的状况了。然后我用 for each 的方式，针对每一块石头做分别不同的造型处理，让它每一块都落干的不同。那最后因为中间会填上泥灰，所以让它做一点点的缩小，到时候 VVD 在这里面的时候，才有办法做侵蚀的动作。这是第一种。那第二种是用 for each 的方式，让它最后每一块的大小都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就是每一块都有一点不规律，有大有小。这个方式是稍微复杂一点点，要用到 for each。那第一个方式就很简单，第一个方式产出砖块的步骤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。这一块其实也可以把它移到这里来，就继续做砖头造型的处理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怎么做。一开始我先手绘随便乱画一个造型，先做一个 no， 方便我等一下换造型。像这样子，如果我要把它换成圆形，譬如说这个造型，我想把它换成圆形的话，直接用 no 或者是用一个 switch 来做切换。第一个步骤，我先截取它的点。那一般来说，砖块的大小通常是2:1，所以如果宽10公分，长就会20公分，这样子的比例是比较常见的。所以我一开始在 resample 这边先做一个0.1，也就是我希望它是10公分有一段，但实际上它应该是20公分。那做这边这个动作是因为我可以这样子只消除单数的点，我消除双数的点，来达成20公分切换的线段。所以我在这边先用 Group by Range，然后这边选择，我看点数的话，这边选择就是双数点，双数点被选择到，那这边就是单数点被选择到。那选择到以后就删除掉中间的点，这边也是删除掉中间的点，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错位。然后用 Voronoi，它就会切出很规律的砖块的线段出来。这边也是。那这里的 copy and transform，第一个是在这里，这边高度设成0.2，也就是回头看这里，这边弄过来以后，给它做一个 sweep，sweep 是0.1，所以它如果移0.1的话，会刚好叠到自己，这样子它会叠到自己。0.2的话，它就错开，然后这边再做一个 transform，让它两个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，所以它们合并以后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到这个段落其实等于是就做完了。如果没有要做任何其他的编修的话，到这边分割就已经结束了。这个方法其实用在圆形其实也是可以用的。大致上来说，我 try 了几个造型，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唯一的问题就是这边的转折面这里的大的小的，大的小的这边会有一点不太自然，因为应该不会是这样。但是其实是我觉得是可以忽略的一个问题啦。这边就是第一段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我把它移到地平线上，再下来是要做砖块各自不同造型的部分。这边给它上一个 class 的 attribute。那我们来看 for each 这边，这边就分成2个步骤。
第一个是原始的，直接过来布林；第二个是做 remesh， 让它有点软化，再给它一个 mountain， 一点不规则，然后两个布林这边用 intersect， 让它去 A 和 B 的 intersect 产生影响。那其实这样子的造型，中间这一块多边形的部分，在胡迪尼是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如果这个要输出到其他软体，这100%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在这里我又做了一次 remesh， 把这些面再把它转换成三角面，做 compile 的动作。因为砖块太多的话，算的有点慢。那我之前有试过用 VBD 这边转成 VBD 来做 VDB combine， 跟这次用布林，其实我觉得速度好像布林会稍微快一点点。做完以后做一个 cache file， 免得一直在重新计算这个东西啊，重新给它一个 normal。这个部分这三个是要做最后的缩放，因为我们如果中间会填上泥灰或者是水泥之类的东西的话，就需要让大家有点错开的位置，中间可以填上泥灰。那这部分的动作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这边已经有在上面有做 class 的 attribute， 那因为它是 primitive， 所以我要把它转成 point， 把 class 从 primitive 转成 point。 那第二个部分是把这些每一个 class 的砖块中心点取出来，那这边要做每一颗的 scale。 那这边的做法 FAP 的分享那边有介绍过，一开始要把自己的 point position 减去 center 的 point position， 这样它会所有的位置会回到000的部分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看的话，我们如果把它减去，它们都会在中心点的位置。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要让它产生 scale， 所以这边用相乘的，这边用 scale 的方式。那这边我把它输出到外面来，它就会在原点的位置做 scale。scale 完之后，再把这两个位置相加 ，class 的位置和完成的位置相加，最后它们就会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这个就是做 scale 的部分。那这是这个第一部分。那第二个是要让它们每一块都有不同的大小，一样是一开始是这个我随便乱画的一个造型。那我先测量它的 curvature， 就是它的尖角，那选择用高斯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它的 curvature， 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资讯。红色的部分就是数值高的部分，就是尖角。那在这边我要先 convert line， 因为在这里 primitive 只有一个，这边是一个单一的 primitive 一条线，那我要把它转成很多段。这边可以看到，把它转成这样的 primitive， 是为了把这些中间把这几个在尖角上面的点把它打断，所以产生这样子的 primitive。这边找到 curvature 的值之后，做 group。那 group 这边我抓 curvature 大于 0.9 跟 curvature 小于 0.1， 所以它就会抓这几个点，这里。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到橘色点是它抓出来的尖角，然后把这些点分离，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12个 primitive， 总共有12段，然后再把线转换回来，这边选 connect path， 那再做一次 resample， 这边就跟前面这个做的方法就类似了。resample 之后也是一样，分出2段，第一个找出它的单数，那这边就是找出它的双数。那双数这边比较特别，我并没有两段都做不规则的分割，只有一段做不规则的分割，所以如果我们看这里的话，会比较容易懂。只有这里是不一样的。
那这里是一样的。那这边如果也要不一样，就是把这一块 for each 也套过来这边，其实就会两边都不一样了。但是因为我是担心有可能会距离太靠近，反而造成有一些不合理，所以我只做了一段，而且我发现做一段，它的效果其实就在视觉上其实就可以骗得过去了，就好像真的很不规则，有的大有的小，像这边比较大，这边比较小，这边又更大，然后这边大，这边小，所以我觉得只做单数层的效果，其实就可以骗得过去，所以只做了一次。那我们再回头过来看这边，第一段这边比较简单，取出单数号之后，把它们全部杀掉，然后在这边做分割，这是双数层，双数层在这边就结束了。那我们看单数层的部分，第一个我找出它的 tangent u， 把 tangent u 打开，好，再回头过来看。这边在 resample 的部分，除了重新改变点的距离之外，这边的点的距离是0.15，那我这边也创造出它的 tangent u 的 attribute， 也就是它的点的切角。做这个的用途是因为希望这些点它的随机的位置会在这个 tangent u 上面移动，而不是前后左右随便乱移动。我希望它是照着这条线的指向这个 direction 去移动，所以在这边做出 tangent u 之后 attribute randomize， 这样子我可以调整它的 tangent u 的随机的位置。那我不希望它跑太远，所以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是用 varp 这边就要把 point 的位移 point 它的位移要在 tangent u 上面。那 attribute randomize 这边用乘的会用加的，各自会有不同的效果。我自己测试的结果是用乘的效果好像还不错，它虽然有一点点跑位，但是没有很严重。但是用加的它会跑得比较夸张，所以我决定用乘的就好了。那我们再继续看 varp 这边，varp 这边其实也还好。第一个我把 tangent u 拉进来，先回头来看这里，这里的 tangent u 所有的数值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像这里1、2、3、4、5都是同一个指向，所以它所有的 direction 都会是一样的。那做 attribute randomize 之后，就是让它的指向有一些变化，所以有一些会变成往这里指的方向会有一点点不一样。Point varp 这边就是让这些 point 跟着这个指向去跑。如果这样看就会发现，像7这一个点，它会往这个右上方跑。啊，一开始把它拉进来之后，因为要做 translate， 它会用4乘4 matrix， 要把这一个 tangent u 转成4乘4 matrix， 就是第一个要先把 tangent u 的 vector 的资料先转成 quaternion， 转成4元素，然后4元素再转成3乘3 matrix， 然后3乘3 matrix 再转成4乘4 matrix。这边的动作是大概是固定的，它也没有办法怎么样，所以它中间也没有什么需要做的动作，就是要把这样串起来，然后再把原始的 tangent u 跟这一个转成4乘4矩阵的两个再接在一起，一个是 amount， 一个是 matrix， 然后再把这一个原始的 tangent u 的位置跟这一个位移过的位置相乘，然后这边给它一个相乘的一个范围值。这个 primitive 我把它命名叫 scale value， 应该把它改成叫做这样子比较对 translate value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translate value 0.091， 这3笔资料相乘以后，再用相加的方式把原始的 point position 加上这一个 tangent u 的 position， 再输出成 position，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它依据不同的方向乱跑出它的位置。那这边做好以后，一样，这边就要取出双数号，把双数号移除掉。做到这边基本上就是 OK 了。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，
一层一层上去，它会大家分割都还是一样。那要让它不一样，就是要用 for each 来做。那 for each 这边用 connectivity 的 for each，就是这个 connect piece， 用这一个的 for each 来做。create 出来之后，把它 iteration 把它拿出来，就是这个 create meta import node， 它就会产生这一个有 iteration 资料。看 detail 这边 iteration， 这个 iteration 我要把它套用在 randomize 这边。我们再回来这边看，这个是这个环节比较重要的部分。要让它的位置偏移各自有不同的话，看已经偏移好的结果，就用它的 iteration， 我把它放在 seed 这边 global seed， 那这个 spiral input 就是它这样子，然后把它拖进去，这样子拖进去就行了，这样子拖进去就行了。global seed 这边-1就是它。然后它的 iteration index 是0乘以一个随机的数字1 2 3 2 3 1，随便要写什么都可以，就会得到一些不同的数值。那它这样子第一层它会是963，但是第二层、第三层、第四层就不会是963，它会跳到其他的数值去。如果我们这样看，第二层它就变321，那第三层642，这样就会变成有一个随机的数字，每一层造成影响的这个 seed 都会不一样。那最后就会变成每一层它切的位置都会不一样。除了这个 global seed 之外，还有这里最小值跟最大值，其实这边都可以再把它写一串 expression。那我这边用的是这样子，一开始我先抓 detail 的 iteration， 然后让它变成 randomize。那 randomize 它的数值一定是从0到1，所以我已经知道它是0到1了，我要把它改成-0.3到-0.1，所以我用 fit 01，fit 01就是已经知道是0到1了，所以就用 fit 01，然后把它这一个随机的数值0到1的随机数值，让它最小值0.3，最大值0.1。那其实 x 的最小值跟最大值 ，z 的最小值跟最大值都可以这样填，只是我没有再继续填而已，因为其实有1、2个应该就够了。那这边都填好之后，回到 for each 这边，跟 merge 起来，看一下它的 class， 就会看到大大小小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要看单数行的部分，因为双数行是没有变化的，所以只有单数行有变化。那我们就可以回头来调这边的数值 ，randomize 这边的 global scale 可以调，它就会跑出不一样的位置出来，有的小有的大。FAP 这边的这个 translate value 也可以调，它也会有不同的数字跑出来，那就可以调出一些自己觉得 OK 的分割方式，就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分割出来。这就是2种不同的砖墙的产生方式。